为什么美国在上世纪的60年代要向地球轨道上发射4亿3千万颗童针？那么幸好当时只成功了一次，那不然地球的外面又多了一份危险。因为这些童针在以非常高的速度飞行，它撞到任何东西，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被大部分人已经遗忘的希福特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国际通信仅限于海底电缆或者是通过电离层反射无线电信号进行通信。由于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所以美国就担心，如果真的有战争爆发的话，如果苏联人切断了海底电缆，那么国际之间的通信就只能依靠这个不靠谱的电离层反射，这就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所以美国人就希望有一种更加可靠的通信方式，因此在1958年就首次提出了希福特计划，向太空发射环状真云。该项目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负责的，最初称为真计划，后来才被重新命名为希福特计划。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将数十亿根长 1.78 厘米、直径25.4微米的铜质天线或者叫偶极天线放置在3000多公里的地球轨道上，形成一个环状的真云用来反射8000兆赫的通信信号。那么1961年的10月21号美国就发射了第一批铜针，数量大约1亿枚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些铜针没有按计划散开，所以实验就失败了。第二次尝试是在1963年的5月9号，一批 3.5 亿根铜针就被送入了地球轨道，这次铜针就顺利的分散开来了，形成了一个稀疏的环带每立方米大约50个偶极天线。那么这个实验结果还是非常成功的，从加利福尼亚到马萨诸塞州大约相距4800公里。那么使用地球轨道上的环状真云，两地就成功建立了通信。当时美国正考虑再发射2个真云环带，以便在轨道上永久的放置。那么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反对美国进一步部署和延续希福特计划，因为天文学家就担心这条环带会干扰地球上的天文观测。那么其他国家则认为，不和地球上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下，美国没有权利随心所欲的利用地球上空的空间。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因为在第二组铜针被送入轨道后不久，美国在1966年就部署了自己的第一个卫星通信系统。这就让环状真云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这个计划也就停止了。虽然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了，但它促成了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的签署。该条约是由99个国家参与签署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简而言之，它规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宣称外太空和任何天体就是对外太空和任何天体拥有所有权。所有国家都不能污染外层空间和天体，并且对他们造成的任何损害需要承担责任。不得将任何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武器部署在地球轨道或者是任何天体上，在任何天体上都不能建立军事基地，包括月球在内。那么这个条约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就提供了保障，对吧？那么现在这些被发射到轨道上的针现在都去了哪里？那么根据当时美国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的说法，在太阳辐射压力的作用下，这些针将会在短短3年的时间内离开轨道的。但事实上直到现在仍有相当数量的针残留在了轨道上，偶尔才会返回地球的大气层。目前这些碎片一直被 NASA 持续的跟踪。2013年，一些没有被正确放置的偶极天线仍然以团块的形式存在，为太空垃圾贡献了一部分力量。截至2019年的5月，已知仍有40团针在地球轨道上游荡。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太空垃圾的问题人类从1957年第一颗卫星发射升空以后，到今天各个国家发射的卫星总数在5000多颗其中现在有2000多颗在轨运行。这个数量相对于外层空间的大小来说其实并不多因为有人计算过，地球的近地轨道从300公里到1500公里可以容纳最少100万颗卫星，所以说地球外面的空间资源还是挺丰富的但是再怎么丰富也架不住人类疯狂的利用。我们知道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他一家就要发射4.2万颗卫星。那未来如果每个国家每个商业公司都要这么干的话，那么地球的外面就太过拥挤了，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叫凯斯勒综合症。这是唐纳德·凯斯勒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认为地球外面的卫星如果太过密集的话，假如一颗碎片现在击中了一颗卫星，那么这颗卫星将会产生更多的碎片，那么这些更多的碎片将会漫无目的的在地球外面狂奔，这将会引起失控的连锁反应。当大量的卫星被摧毁的时候，那么地球的轨道将会变成致命的空间充满速度极高的碎片，像一颗颗子弹一样，随时都会击中任何目标。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类就不仅不能再部署卫星了，就连飞出地球都会受到威胁的。
那么最严重的将是人类被困在地球之内，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就目前地球轨道外的情况来看啊，国际空间站，包括我国的空间站在内，都有可能遭受这个空间碎片的威胁。所以航天大国都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空间碰撞的预警部门，一直在持续跟踪这些空间碎片。如果发现有碰撞危险的话，将会提前控制航天器躲避啊。比如欧空局管理的卫星，基本上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这个避障操作。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研制卫星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清理太空垃圾的办法。那么未来这项技术绝对这个是少不了的，不然地球外面会越来越拥挤。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一粒心怀宇宙的尘埃，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好，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